现在我的边上呢，就是这个其中农民新村，这里是其中一区。前面这座是跨在六里塘河上的孟家桥，我们可以来张望一下这个清澈的河水。对面呢就是其中高尔夫球场，黄色的油菜花，长得应该有半个人那么高了。嗨，大家好，现在我在其中村的村口继续骑行。那先到村里去转转，但是这个村庄呢，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村庄了，因为所有的土地呢都被开发，村民们呢全都搬到了一个个农民新村，只不过呢，这农民新村建的房子质量不错，所以应该说农民都还是安居乐业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到它的农民新村的村边的地方去转一圈。这边都变成了这种街角的大花园、大草坪了。草地上有好多鸽子在那边休息觅食。正好一架大飞机飞过我的头顶。昨天呢，我们并不是乘坐飞机到的上海，而是乘坐了广州南站到虹桥的一班最快的高铁，大概6个半小时就到达了上海。那因为这段路呢，我以前都是拍过所以就没有重复跟大家分享，只是在南站呢稍稍的拍了一个站内的场景。嗨，大家好，现在我在广州的南站今天出发，看看这个车站好像没有春节的时候人那么多了今天呢，我们是前往上海然后到了那边再看看，到上海的附近江南一带随意的走走。现在我们准备从这里呢上3层的候车区，在3楼需要过一山去。好，我们现在上楼去。现在呢已经在3楼了我们坐的手扶电梯上来，但这边呢其实也是有无障碍电梯可以直达的看一看这边呢就是进闸机，那你现在如果有身份证的话呢，就直接刷了就可以进，都不用取票了。当然如果你是其他证件的，可能就是要过人工的通道。我们现在准备从这里进到里面去候车，这个里面呢要过一次安检。现在已经进到了南站的候车室了，来早了一点。现在前面就给大家随拍一下，我自己也看一看这个车站里面经过了春运到了3月份的时候，感觉如何？很明显的，人少了很多，这里显得空空荡荡如果是在高峰时段的话呢，基本上来讲这边是没有座位坐的因为到处都是人。早上的时候这边应该都在上货吧。
整个南站呢，它是有东和西两个出入口。那东和西呢，基本上都是可以有车道直达这个车站，就是入口处。我们今天是从东出口进来的。东出口呢，就是直连广州有个叫广南快速，经过海州隧道。那这个海州隧道呢，最近在进行听证会，就是要定个价，估计这个月底下个月初就要收费了。据说呢要收10来块钱，具体收多少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免费的利用了相当一段时间。现在我就在这个高铁车站里面随意的走走，这边有问讯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服务设施。你看我正对就是免费充电区。整体来讲呢，这些服务的设施标示都很清楚，然后那些商店呢，基本上都在2楼，那1楼也有一些便利店，或者是一些土特品这种商店。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车到底从哪个方进。这个上面有这种大的屏幕，也是一目了然，但是车比较多，去各个地方的，所以有时候你要找到你的车呢，要等它翻滚以后你才能找到。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上海的车。这边有一些特殊的候车室，像军人候车室。当然这里面如果买的商务座的话，就会有商务座的候车室等等吧，就都还算比较合理了。你看这个是一趟去哪里的，正在检票，好像利用的人并不是很多。现在高铁呢，在中国是一个交通大动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现在利用高铁人是越来越多了。那原本呢，像广州到上海，以前如果要坐火车的话，那可能就得10多20个小时最起码。但现在高铁的车呢，已经缩短到了，我看我今天坐这班车是6个小时36分，那这个算是比较快了，比我们以前坐的7个多小时的要快了一些。可能是某些地方拉直了或者是这些道路呢，可以更快的通过。那价钱也上去了，现在变成900多一个人，而以前只要7字头，就明显的涨了100几十块钱。前面的车实在太多了，我们的车我还没看到，可能再等个10来分钟才会翻滚出我们这趟车的信息。好了，那就是随意转转，看看今天南站车站里面人并不是很多，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休息。那我们也是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就进站上车。但是呢，整体乘坐这趟高铁还是非常舒适。一个正如大家都分享过的，中国的高铁呢比较平稳，而且速度也比较快这边给你做了一些小小的主人。
所以整体来讲呢，这个6个多小时啊，真的如履平川啊，一下就到了上海。只不过呢，天气还是有些不太一样啊，从20好几度的气温变成了10多度，那今天呢还低于了10度啊，就这一点来讲，稍稍有些不太一样。现在我的边上呢，就是这个其中农民新村，这里是其中一区，它分成10多个区，散落在这个附近，但是规划的非常好，每一家呢都非常的宽敞，有自己的小院子或者一块空地，还有停车位啊。总之呢，农民能够过上这样的日子，应该说已经是人中龙凤了，没什么好抱怨的。这里已经到了其中山区了。这样的农村地带呢，说实话，我觉得已经是农村农民生活的样板了。当然也有天时地利人和，这主要是靠近是在上海郊区，如果不是一个一线大城市边上的，恐怕农民也很难有这样的日子可过的。前面这座是跨在六里塘河上的孟家桥，也就从桥上望出去呢，对面就是高尔夫球场了，但是这个高尔夫球场已经不是绿荫了，都是黄草了。好，我们到下面去转转。
现在我进到这个里面了，正对的是其中12区。就是这个飞机声比较讨厌了。这边呢都是一些低密度的社区，每到这边呢，我都愿意到这边来逛逛啊，因为这边的河道修的还都不错，而且到了前面呢，就正对的是其中高尔夫球场。看看这个杨柳树多美！我们可以来张望一下这个清澈的河水，对面呢就是其中高尔夫球场。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啊？平时很多人在这边打球的。就这个天上的飞机声比较扰民。你看这一路过去都是高尔夫球场场地，自然环境非常好。住在这边的村民，应该是居民啊，因为这个已经是商品房了。在这样的沿河居的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应该是很多人羡慕的。好了，我们就到此游吧。这边也是有一条路可以骑出去的，看到前面的马路边上停了很多黄色的校车，因为前面就是一家私立的学校，也是一所国际学校。上海德威学校。
右侧呢就是其中村的村民的房子了。那我不清楚这个房子是可以有产权买卖的吗？还是宅基地形式？前面是曙光路，我们就顺着曙光路走会吧。对面有牌子啊，德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浦西校区。因为在浦东碧云社区呢，还有一间这个学校的姊妹校。蔡家浜桥，我看前面还有一整片的空地啊，应该还是预留可以建设用地吧。马路左侧呢是山水世纪别墅。虽然街边的空地上也有一些油菜花啊，但貌似都是野生的，并不是一整片的黄花，所以我们到时候都要找找哪里有更漂亮的黄花。哎，话音未落，我就发现我的左侧这边其实是有一大片的油菜花了，那我就骑上去看一看。哦，这一片油菜花应该专门种植的吧？你看啊，这个黄色的油菜花长得应该有半个人那么高了吧？我们来观赏一下。这就是每到春天啊，这种农村的景象，不仅呢是生养懒，而且也是农民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最早的收获。就不仅这个菜可以吃，但大部分应该都是榨油的，最起码可以满足农民自己的需要。有些成片种植的应该就是一个经济作物了。这个我觉得今天能够到他跟前来看看也是不错的。既然来了，我们就往里面稍稍的深入一下。哦，这个里面还有一大片，边上也是一条小河冲。就是这样的一片农村的景象啊。
我们就到跟前稍稍的看一下，就往回走吧。这些应该都是农民利用空地自己种的，不仅种油菜花，还种有其他的蔬菜。好了，咱们就不进去了。再来看看这条河冲两岸的景色，左侧都是农村、农田，但是右侧都是房屋了。宋长浜桥，上海的河呢叫什么什么浜，就是那种小河冲。好了，我就顺着这条路左拐吧，真不知道是一条什么路啊。空地上一种芦苇丛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这叫运祥路。
这条叫乾坤路，我应该是左转而去啊。好了，我还是决定往回骑了啊，其他地方就改日再去逛了。沙溪河桥，这边河床非常之多，所以这种小桥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中清路，今天我就走一些我以前没有怎么走过的小路吧。看得出来，左侧也是这建是一个低密度的社区。